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你我这辈子一定都遇过，却很少有人真正看透的神秘现象。不管你是已经经历过人情冷暖的长辈，还是对感情抱着很多幻想的年轻人，你这辈子一定都遇过一种非常奇妙的体会。什么感觉呢？想象一下，你走在喧闹的马路上，或者去参加一个聚会，甚至只是在等红绿灯的时候，你第一次见到某个人，明明你们素昧平生，八竿子打不着，但在对上眼的那一瞬间，你心里却猛地涌起一股说不清楚的熟悉感。你明明从来没跟他讲过半句话，却觉得他的某个表情，某个走路的姿势，甚至他无心讲出来的一句话，就像是有一只无形的手在你心里最深最深的地方轻轻地敲动了一下。那一瞬间，你会突然生出一种很奇异的冲动，不仅是心跳漏了一拍，更是直达灵魂深处的熟悉感。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就急着跑来问我，尼斯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灵魂伴侣？这是不是单纯的眼缘？好，我们的磁场对上了。我听了通常只能笑着摇摇头。各位，大家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啦。在佛教最古老的智慧里面，还有我们讲的因果命理里面，这种一见如故的感受根本不是你的大脑在思考，那是你累世的神识。通俗一点说，也就是你的灵魂认出了前世的故人。佛教里讲，人的意识有8个层次，最深的那一层叫做阿赖耶识，它是一个无始以来就存在的意识仓库，里面储存着你上一辈子、上上辈子每一世所有的经历、所有的情感、所有的业力跟所有的记忆。你以为一碗孟婆汤下肚，你全忘了。我告诉你，那些记忆根本没有消失，它们只是沉淀到了你意识的最底层，就像海底的泥沙一样，沉默地等待着被某一道光唤醒。而那道光往往就是一张陌生的脸，一个熟悉的声音，或者只是一个转身的背影。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你第一眼看到就像认识了几辈子那么久，那不是你的大脑在幻想，那是你的阿赖耶识在疯狂震动。他认出了这个灵魂的频率，认出了这一段你们在前世曾经深刻交织过的缘分。就像我们中医讲的，两根断了的经络突然接通了，气血瞬间沸腾起来，这种感觉是骗不了人的。今天我要带你们走进4段真实故事，看看4种不同的人被灵魂认出的前世身份。这些人可能现在就睡在你的枕头边，可能刚刚才在菜市场跟你擦肩而过，只是你还没有看透他们出现在你生命里的真正意义。但在我揭开这4种身份的底牌之前，我要先给你们打个预防针。你们千万不要以为所有第一眼互相吸引的缘分都代表着美好跟浪漫。我告诉你，有一种关系甚至代表着你这辈子最沉重、最痛苦，但也最必须去咬牙还清的一笔债。现在我们就先从第一个故事，第一种缘分开始讲起。这第一种叫做爱缘。为了让大家听得更明白，我们来讲个发生在我们身边最接地气的例子。这是一个50多岁的陈大姐的故事。陈大姐这辈子就是个标准的传统台湾女人。先生走得早，她30几岁就守寡，一个人咬着牙，白天去成衣厂做工，晚上拿手工回家做，好不容易把2个孩子拉拔长大，现在都成家立业了。到了55岁这一年，孩子怕她一个人在家无聊，就帮她报名了家里附近社区大学的国画班，让她去交朋友，画梅兰竹菊，打发时间。陈大姐这10几年来，心早就跟古井里的水一样，掀不起半点波澜了。她平时根本不相信什么缘分，什么命中注定。为什么？因为她这辈子吃过太多苦了嘛。她觉得那些情情爱爱都是电视连续剧里骗小女生的。她对那些浪漫的说法有一种本能的防备。那是一个礼拜2的下午，原本的国画老师请假，换了一个代课老师来。陈大姐坐在教室的角落，正在低头洗毛笔。这个时候，教室的门推开了，她其实根本没有刻意抬头去看是谁走进来。你们有过那种感觉吗？就是一种不自觉的，好像冥冥之中有一条无形的线，突然狠狠地扯了一下你的心脏。然后她就抬起头，看见了那个走进来的代课老师。那个老师姓林，刚满60岁，穿着一件普通的休闲衬衫，长相也谈不上多出众，放在菜市场里你根本不会多看一眼。但是就在陈大姐跟他视线对上，眼神交汇的那一秒钟，我告诉你，陈大姐手里的毛笔差点掉在地上，她的整个身体就像是被人家突然点了穴一样，
完全僵住了。那种感觉绝对不是什么小鹿乱撞、脸红心跳，完全不是，那是一种更深层、更奇异的感觉。就像我们中医说的，你的心包经突然被人家猛地撞击了一下，一股酸涩感从胸口直接冲上鼻头，那是一种我到底在哪里见过你的强烈错觉，还带着某种难以言喻的，像是心里一块悬了几百年的大石头终于咔啦一声落了地的感觉。他当时吓坏了，以为自己是血压高，头晕了，他赶紧低下头，死死盯着桌上的宣纸，假装在画画，但其实手一直在抖，心里已经乱成一团。结果呢，那个林老师在教室里巡视，绕过了好几个同学，偏偏就走到他旁边停了下来。两个人就这样一站一坐，在那沉默的几分钟里面，陈大姐感觉到了一种她这几十年来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东西，那是一种完全不需要任何解释，不需要任何言语防备的安定感，就好像此时此刻这个完全不知道底细的陌生人站在旁边，竟然让她觉得有一种终于回家了的踏实。林老师看着陈大姐画的兰花，看了很久，突然叹了一口气，他转过头，深深地看了陈大姐一眼，用很轻的声音说了一句他到现在都无法忘记的话。他说：你这落笔的习惯跟我一位认识了很久很久的故人真像啊。就这一句话，陈大姐那天晚上回到家，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不受控制的狂掉。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她觉得自己像个神经病。从那天之后，陈大姐开始做一个反复出现的梦，在梦里面她总是站在一条很宽很长水流很急的河边，河上弥漫着大雾，而在河的对岸永远站着一个男人的背影，那个背影穿着古代的衣服，像是要去很远的地方。每次在梦里，她拼了命的想要喊他，想要跑过那条河去拉住他，但就在她快要看清楚那个背影的时候，她就会猛地从梦中醒来。每次醒来，坐在黑漆漆的房间里，陈大姐都会有一种撕心裂肺的强烈的失落感。那种失落不是因为梦境本身多可怕，而是因为她在灵魂深处确信那个背影绝对不是一个陌生人。各位朋友，在我们佛教的智慧里面，陈大姐经历的这种强烈的感受有一个非常精准也非常让人心碎的名字，这叫做爱别离苦的余症。什么叫爱别离苦？我们常说人生有8苦：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恚、五阴炽盛，还有一个就是爱别离。人世间所有的苦里面，最难熬的其实往往不是生离死别发生的那一瞬间，最苦的是在离别发生之后，在漫长的岁月里，甚至在跨越了生死的轮回之后，灵魂里面那道永远没有完全愈合的伤痕。这两个灵魂肯定在过去的某一世里曾经以非常深刻的爱相遇过，也许他们是夫妻，也许是相爱的恋人，但因为当时的业力，因为战乱，或者因为其中一个人提早生病走了，他们在那一世没有办法好好的走到终点，被迫硬生生的拆散了。那种痛彻心扉的遗憾就这样死死的沉入了他们各自的阿赖耶识里面。这就像你年轻的时候摔断过腿，骨头虽然接回去了，你以为没事了，但只要一到阴雨天，那个关节它就是会酸，就是会痛。你以为你清心寡欲了，结果人家一个眼神，你上辈子的伤口就裂开了。随着灵魂进入了下一次的轮回，当这两个人在这一世的社区大学里再一次奇迹般的相遇，即便现在肉身已经全然陌生，你叫陈大姐，他叫林老师，但是阿赖耶识深处那道爱别离的痕迹会在第一眼对视的瞬间悄悄的无声的颤动起来。那种感觉很多人会误会，很多婆婆妈妈遇到这种事心里会起波澜，以为哎呀，难道这是我晚年的黄昏之恋，老天爷要补偿我？我告诉你，不要冲动，那根本不是爱情的开始，那是一段爱情的续集。佛教对爱缘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前世的爱人今生再次相遇，老天爷安排这个局，不一定是为了让你们这一辈子再续前缘，结婚登记，有很多时候可能是为了要了结一段你们上一辈子没做完的功课。也许你们在前世分开得太仓促，没能好好的道别，这一世缘分让你们在化世里再见一面，只是为了让你们看彼此一眼，确认对方多好，然后让你们学会什么叫做真正的放手。又或者也许你们在前世曾经彼此亏欠，这一世的相遇是老天爷慈悲，给你们一次机会，用几句平静的问候
去化解掉过去的遗憾，用爱来代替执着。很多人听到这里就会问我，尼斯啊，那我要怎么知道我这次遇到这个让我心痛的陌生人到底是来续缘的还是来了缘的？大家不要急，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会在最后面教你们怎么去分辨。但现在讲完这个爱缘的故事，我只要求你们记住一件事，当生命中有一段缘分以这种第一眼就觉得无比熟悉、无比心酸又安定的方式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它绝对值得你用一颗清醒的心去对待，因为那种熟悉感是100%真实的。但是请你听清楚我这句话，那种熟悉并不代表这次相遇就一定会走向你脑海里期待的那个结局。你要懂得去觉察，去品味这段缘分的真意，才不会把前世的遗憾又变成了今生的痛苦。各位，大家刚刚听完陈大姐的故事，心里是不是觉得酸酸的，觉得这人世间的感情啊，真的是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但是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故事，不讲风花雪月，不讲男女情爱，我要讲一种发生在我们更平凡的生活里，但在你人生最黑暗最绝望的时候，会突然出现拉你一把的缘分。我们佛教里把这种缘分叫做恩缘。这种缘分啊，就像我们中医里讲的，当一个人气血虚弱到极点，脉搏都快摸不到了，眼看着就要休克的时候，突然有人端来一碗热腾腾的独参汤，硬生生的把你这口气，把你这条命给调了回来。我们来讲一个40几岁叫建明的中年男人的故事。建明啊，早年在台中开了一家做五金零件的铁工厂，也就是我们台湾俗称的黑手老板。他这个人很拼，30几岁的时候风光过，出门也是开着进口车，请客吃饭从来不手软，身边总是围着一群称兄道弟的好朋友。可是呢，到了他43岁那年，大环境不好，加上他自己投资判断失误，事业开始走下坡。那种失败不是说今天工厂失火明天就倒闭，那种痛还比较痛快。他经历的是一种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慢慢漏气的过程。先是订单变少，接着合伙人看苗头不对，偷偷把资金抽走跑路了，然后就是每个月底为了员工的薪水，为了银行3点半的支票，他到处去低声下气的借钱。你们这些有年纪的长辈，如果经历过台湾经济起飞又摔下来的年代，一定懂那种感觉。当你风光的时候，家里门槛都被踩破了，当你落魄的时候，你打电话过去，亲戚朋友不是不接就是跟你哭穷，说哎呀建明啊，不是我不帮你，我们家小孩也要缴学费啊。就这样撑了2年，工厂最后还是倒了，团队解散了，他把车子卖了，房子也抵押了。那一天晚上，建明一个人坐在早就断了电空荡荡的铁皮工厂办公室里，看着窗外远处高速公路上的车灯，他突然觉得自己就像是一颗被人踢到水沟里，连狗都不想理的臭石头。他是一个传统的大男人，从小被教导男儿有泪不轻弹，再苦都要往肚子里吞。可是那段时间，他真的觉得自己快撑不下去了。他甚至有好几次走到工厂顶楼，看着楼下黑漆漆的马路，心里想着，如果跳下去，是不是这一切的债务，这些人情冷暖就通通解脱了。人在最脆弱的时候，真的会觉得有些重量是你一个人怎么扛也扛不住的。就在他几乎快要决定放弃自己的那个晚上，外面下着倾盆大雨，台北的冬天又湿又冷。他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肚子饿了，就随便找了一家还开着的深夜面摊，点了一碗卤肉饭和一碗贡丸汤。他坐在那种油腻腻的铁桌前，看着眼前冒着热气的汤，却一点胃口也没有，整个人就像丢了魂一样发呆。这个时候面摊生意不错，位置不够，一个看起来20出头穿着普通的大学生端着一碗面走过来问他，大哥可以跟你并个桌吗？建明连头都没抬，只是木然地点了点头。两个人就这样面对面坐着吃东西。那个年轻人吃着吃着，突然放下筷子，从口袋里拿出一包卫生纸推到建明面前。建明愣了一下，这才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眼泪已经滴到了桌上。那个年轻人没有嘲笑他，也没有那种年轻人看到大叔哭的尴尬，他只是用一种非常认真非常平静的眼神看着建明，轻轻地问了一句话，大哥看起来好像很久没有好好睡觉了，你怎么了吗？各位，就是这一句话，没有多华丽的辞藻，没有多深刻的大道理，但建明听到这句话的瞬间，他的防线彻底崩溃了。一个43岁满脸胡渣的大男人，
就在那个路边的面摊上，双手捂着脸，嚎啕大哭起来。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两个素昧平生，这个年轻人根本不认识他，也没有任何理由要去关心一个落魄的中年大叔。但是在那一刻，建明感受到的不是一个陌生人的好奇八卦，他感受到的是一种深深的、非常不可思议的温柔。那种温柔就像是他很久很久以前曾经体验过一种被某个人真正看见、真正接纳的温暖。那种感觉太具体、太真实了，他几乎可以断定，这种毫无保留的善意绝对不是第一次发生在他身上。那天晚上，那个年轻人连面都没吃完，就这样坐在那里陪建明说了整整2个小时的话。年轻人没有给他讲什么失败为成功之母的废话，也没有给他什么东山再起的具体建议，更没有拿钱出来帮他解决任何实际的问题。年轻人就是静静地听他讲这2年的委屈，讲他的不甘心，讲他对家人的愧疚。但奇怪的是，那2个小时结束之后，雨停了。建明站起身来，他突然感觉到自己身体里那个原本已经熄灭、快要死掉的火种又重新亮了起来。他突然觉得，妈的，我才43岁，大不了从头再来，有什么好怕的？临走前，建明坚持留了年轻人的电话，说以后东山再起，一定要好好报答他。结果呢，你们猜怎么着？建明后来真的重新振作了，虽然没有以前那么有钱，但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把债务慢慢还清。可是当他传讯息给那个年轻人，想要请他吃顿饭的时候，那个年轻人却总是只回一个贴图，或者简短的说不用客气，大哥加油。发了几次讯息之后，那个年轻人就像是完成了什么任务一样，悄悄的从建明的生命里完全退出了，打电话变空号，讯息再也没有已读。建明后来常常想起这件事，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人，不求回报，就这样萍水相逢，救了自己一命，然后就消失了。直到有一天，他来找我泡茶，跟我讲了这件事。我听完之后，笑着拍拍他的肩膀，我跟他说，建明啊，你以为那个年轻人是菩萨下凡吗？我告诉你，他只是来还你东西的。各位，佛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因果回向。我们台湾的老一辈常常说要济天库，种福田，就是这个道理。你在前世或者在过去无数个轮回里面，你种下的每一粒善因，你以为做完就没了，你以为老天爷没看到。我告诉你，宇宙之间有一本最精密的账本，叫做阿赖耶识。你做过的每一件善事都会清清楚楚地记在上面，它绝对不会消失，它只会在某一个你完全不知道的时刻，以某一种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回到你的身边。建明遇到的这个年轻人，也许在几百年前的某一世，曾经是一个快要饿死，在路边冻得发抖的乞丐，又或者是某个被全世界抛弃、孤立无援的可怜人。而在那一世，刚好路过的你，可能只是顺手给了他一个馒头、一碗热汤，或者只是蹲下来给了他一句不让他感到孤独的安慰。那个微小的善意就这样深深地沉入了对方的阿赖耶识里面。到了这一世，建明你破产了，你走到人生的悬崖边缘了，于是业力的齿轮开始转动。那个灵魂他换了一张年轻人的脸，换了一个大学生的身份，刚好就在那个下雨的晚上，刚好就走进了那家面摊，刚好就坐在了你的面前。他用当年你给过他的那种温度，把那份善意原封不动地归还给了你。所以建明才会在那个年轻人身上感觉到一种不可思议的熟悉感，因为他的阿赖耶识认出了那份曾经被自己善待过的记忆，于是在重逢的瞬间给了他一种叫做感激与温暖的古老震动。这不是什么浪漫的神话故事，这是宇宙最真实的运作逻辑。你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投入的每一颗善的种子，它都会生根，会发芽，然后在你人生最冷、最过不去的一个寒冬里，结出一颗温暖的果实，精准的落在你的掌心里。这就是恩缘。这种缘分有时候非常短暂，短到可能只有一个下午的陪伴，甚至只有一个过马路时搀扶的动作，一个温暖的眼神，但它的重量却足够支撑一个快要崩溃的人走过最黑暗的一段路。所以如果你这辈子也曾经遇到过这种突然出现帮你一把，然后又消失不见的贵人，你不要去执着说，哎呀，我一定要把他找出来报答他。不用找了，
他的任务已经结束了。你要知道，那是你自己当年种下的善因，在时光里面绕了一大圈回来拥抱你了。这就是恩缘的真相。你以为你遇到的是贵人，其实那个贵人就是前世善良的你自己。前面讲了爱缘的刻骨铭心，讲了恩缘的雪中送炭，接下来这第三种缘分我要讲的稍微重一点了。因为前面两种可能只是你生命中的过客，但这第三种却是跟你血脉相连，同在一个屋檐下，要互相折磨或者互相成就一辈子的缘分。这就是我们佛教跟命理学里面牵绊最深、业力最重的亲缘。各位婆婆妈妈，各位做人父母的，这一段你们一定要把耳朵掏干净，仔细听好。各位朋友，我们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很多人去算八字、看紫微斗数，最爱问的就是尼斯啊，我这个儿子以后会不会孝顺？我这个女儿会不会嫁个好人家？我每次听到这种问题，心里都在叹气。你们知道吗？你们跟自己孩子的缘分，从来就不是去医院挂个号，怀胎10月生下来这么简单而已。我们来讲一个年轻妈妈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最让我动容的。这是一个叫婉萍的女孩，她结婚算晚的，35岁才怀上第一胎。那天她在产房里痛了10几个小时，折腾得死去活来，连喊救命的力气都没有了。好不容易听到哇的一声，孩子生出来了。一般的产妇这个时候听到孩子的哭声，第一反应是什么？大哭嘛，激动嘛，心里想着哎呀，我终于当妈妈了，这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啊。但是婉萍没有。当护士把那个刚出生全身红彤彤皮肤还皱巴巴的小女婴轻轻放在她胸口肌肤接触的那一瞬间，婉萍没有哭，她也没有那种我有孩子了的激动。你们知道她脑海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吗？当她低头看着胸口这个闭着眼睛还在微微发抖的小生命时，她心里浮现的3个字竟然是你来了。各位，你们仔细品味一下这3个字，那不是一种初次见面的惊喜，而是一种某个在心里等待了很久很久的团圆，终于在这一刻发生的笃定感。就好像他根本不是第一次见到这个灵魂，他们早就认识了，只是约好了在这家医院的产房里碰头而已。那种感觉实在太强烈了，强烈到让婉萍自己都觉得有点慌张，因为她没有办法向任何人解释这种感受。她试着跟老公讲，老公笑着摸摸她的头说，老婆，你生小孩太累了啦，这是产后荷尔蒙作祟，你不要想太多。她试着跟闺蜜讲，闺蜜以为她在讲什么文艺青年的情话，但是婉萍心里比谁都清楚，那绝对不是情话，那是她灵魂最深处阿赖耶识里某种非常真实的辨认。她认出了这个孩子。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这个小女婴慢慢长大，长到3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让婉萍彻底震撼的事情。那个时候女儿刚上幼稚园小班，话还说不太清楚，有时候会童言童语，说一些3岁小孩根本不该懂的话。有一个周末的傍晚，老公出差不在家，婉萍跟3岁的女儿坐在客厅的木地板上，两个人安静地看着窗外的夕阳。夕阳把整个客厅照得橘红橘红的，有一种说不出的宁静。这时候原本在玩积木的女儿突然停下动作，她转过头，用一种完全不像3岁小孩，反而像是一个看透世事的老太太那样的平静语气，对着婉萍说了一句话，妈妈，你以前很孤独对不对？各位观众，如果你是婉萍，你听到一个3岁的奶娃跟你说这句话，你是不是会吓到全身起鸡皮疙瘩？婉萍当场愣在原地，手里的玩具都掉到了地上，她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为什么？因为这是真的。在遇见她老公之前，婉萍曾经一个人在台北打拼了快10年。那10年里，她经历过很严重的忧郁症，经历过被最信任的朋友背叛，她度过了一段极度黑暗，每天回到租屋处只能对着墙壁哭的孤独岁月。这段往事，她把它深深地埋在心底，连她最亲密的老公都不知道。她当然更不可能去跟一个才3岁连字都看不懂的女儿讲这些大人的辛酸。但是那个孩子就在那个夕阳下，用那双清澈的眼睛看着她，那个眼神根本不是一个女儿在看妈妈，那是一个认识了她很久很久的老朋友在心疼她。各位朋友，这是不是见鬼了？我告诉你，绝对不是。在我们佛教的亲缘业力概念里面，至亲的关系，父母与子女
亲生兄弟姊妹从来都不是偶然碰在一起的。这是轮回的无数种缘分里面业力最深、牵引力最强大的一种。你们真的以为孩子是你们生出来的吗？错了，孩子是循着业力找过来的。佛教有一部非常伟大的经典叫做《地藏经》。这部经文上说啊，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缘分皆因业感而聚，分起来有4种，或以恩爱，或以仇怨，或以报答，或以讨债而来。这是什么意思？我用白话解释给你们听。第一种，来报恩的，这种孩子可能前世你救过他的命，或者你对他有大恩大德，这一辈子他投胎来做你的小孩，从小就乖巧听话，读书不用你操心，长大赚了钱第一件事就是买房子给你住，你生病了他在床前无微不至的照顾你，这叫报恩。第二种，来报怨的，这种就是大家常说的逆子啦。前世你可能欺负过他，对不起他，他这辈子来当你的小孩，从小就跟你唱反调，青春期气得你高血压，长大还天天给你惹事，甚至把你气到折寿，他是来报仇的。第三种，来讨债的，前世你欠了他钱，或者欠了他情没还，这辈子他来当你的儿子，从小身体就不好，看医生花光你的积蓄，或者长大去赌博，去败家，把你辛辛苦苦存了一辈子的棺材本通通败光，然后他就拍拍屁股走人了。第四种，来还债的，前世他欠你，这辈子他来做你小孩，替你工作赚钱养你老，但他可能对你没有什么感情，每个月就是冷冰冰的汇生活费给你，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几次面，债还完了，缘分也就淡了。这世间没有哪一段亲缘是凭空飘来的，每一段都有它深埋在轮回里面的来龙去脉。所以回到婉平的故事，那个3岁的女儿为什么会说那句话？因为他们在前世可能是一起吃过苦的姐妹，可能是相依为命的母女，甚至可能是曾经在困境中互相扶持的修行人。这一世他们以亲情行事，继续那段没有走完的旅程。那个孩子阿赖耶识里的记忆虽然被盖住了，但那份心疼你的灵魂频率却在某个瞬间露了出来。很多做父母的听完这个可能会觉得很害怕，哎呀，尼斯，那我这个每天跟我顶嘴的儿子是不是来讨债的？我该怎么办？赶出去吗？各位，这正是我今天要点醒你们的地方。我跟你们讲这些不是要让你绝望，也不是让你去给孩子贴标签，这是一个让你肃然起敬的真相。当你第一眼看见自己的孩子，感受到那种无法言说的认出，或者当你看见某个兄弟姊妹，感到某种比血液流动更古老的连结，那不是错觉，那是阿赖耶识在提醒你，这个灵魂不是第一次来到你身边了。你们之间有一段需要在这一世好好完成的功课，不管他是来报恩的还是来讨债的，这辈子既然进了一家门，叫了你一声妈，你要做的不是用那种我是老子，我是你妈，你就要听我的这种傲慢的心态去控制他。台湾很多父母最喜欢说，我生你养你，你这条命都是我的。我告诉你，大错特错，这也是对亲缘概念最深的误用。你以为你在爱他，其实你是在造新业。亲缘业力越深，代表你们彼此在这一世需要学习的功课越重，而那个功课的答案永远只有一个，学会用慈悲去爱，而不是用执念去绑。真正的亲缘是两个灵魂在这一世给彼此最多自由、最多理解、最多温柔的相伴，而不是用我们是命中注定的至亲这件事来合理化自己对对方的亲情勒索跟情绪控制。带着这份认知去爱你的孩子，爱你的父母，你的爱就会比那些不知道来处的爱更深，也更自由。就算他真的是来讨债的，你用欢喜心去还，这辈子还清了，下辈子就好了，这就是亲缘。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第4种缘分了。这第4种缘分啊，最复杂也最可怕，它是最多人都经历过，但从来没有人敢好好说清楚的一种缘分。遇到这种人，你第一眼会觉得他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力，但最后他就会把你吃得连骨头都不剩。我们接着听下去，这到底是什么缘？大家仔细听好这个故事，看看你或者你身边的女儿、朋友有没有经历过这种可怕的轮回。我们来讲一个叫阿如的女孩子的故事。阿如是个各方面条件都很不错的女生。有一天晚上，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庆生聚会。她那天晚上下班很累，
没有特别打扮，对那个聚会也完全没有任何期待，只想去露个脸，早点回家睡觉。但是命运的齿轮就是这么可怕，就是在那个普通的夜晚，在那个音乐开得很大声，吵吵闹闹的包厢里面，阿如刚坐下，一抬头，刚好就对上了坐在对面角落那个男人的眼神。我告诉你，那种感觉绝对不是诗歌里面写的什么一见钟情，心跳加速。阿如后来跑来找我算命的时候，哭着跟我形容，他说尼医师那个感觉更像是某种古老的无法抗拒的重力，一种不是我想靠近他，而是我好像已经跟他纠缠了几百年几千年的沉重感。他说第一眼看见那个男人的时候，他感觉自己的胸口好像有一根看不见的粗钢线直接延伸出去，死死地绑住了那个男人。那根线不是他当下选择去绑的哦，那根线好像早就在那里了。他那天晚上第一眼看见他，只是第一次感受到了那根钢线传来的强烈的拉力，那种感觉太震撼了。他以为这就是传说中的命中注定，他以为这就是爱，他确实也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他。但是各位，如果你们有过这种经验就知道，这种关系从一开始就不对劲。那个男人对他说不上是那种会动手打人的，坏也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渣男，但是跟他在一起，阿如就是会莫名其妙地感到一种极度的疲惫。就好像我们中医讲的，这个男人身上有一种湿毒，每次两个人相聚，每次讲话，阿如就觉得自己身上的精气神被无形地抽走了一部分。本来一个漂漂亮亮气色红润的女孩子，跟他在一起不到半年，印堂发黑，眼窝凹陷，整个人就像是一朵原本开得好好的花，突然被放进了冰箱里，迅速的枯萎下去。他常常要为这个男人的情绪买单，要帮他处理各种烂摊子。他在这段感情里不断的消耗自己，委屈自己。阿如其实很聪明，她明明感觉到这个人不对，身边的闺蜜、父母也都劝她，这个男的会拖累你，赶快分手。她明明也被伤了很多次，晚上一个人躲在棉被里哭，发誓明天一定要封锁他，离开他。可是只要那个男人隔天打个电话来，或者只是传一个讯息，甚至只是站在他面前不讲话，阿如心里那根无形的钢线就会狠狠地扯痛他。最后他就是没有办法离开，他每次都还是会回头。他问过自己无数次，为什么？我到底是中了什么邪？我是不是卡了阴了？各位婆婆妈妈，你们身边是不是也有这种年轻人？或者你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曾经这样傻过？我告诉你，这不是中邪，这在我们佛教里面叫做冤亲债主找上门了。很多人听到冤亲债主都以为是那种看不见的阿飘鬼魂，半夜来找你索命。大家不要傻了，我告诉你，最可怕的冤亲债主不是鬼，是活生生的人，而且往往就是那个让你第一眼就动心，甚至每天睡在你旁边，但你跟他在一起却始终走不顺，永远在受苦的人。他的出现根本不是老天爷派来给你幸福的，他是拿着催缴单来帮你还清一笔前世的债的。佛教认为，当两个灵魂在上一辈子或者过去无数个轮回里面产生了未了的业力。什么叫未了的业力？可能上一辈子你是个负心汉，你骗了他的感情，卷了他的钱跑了。可能你上一辈子因为自私害他家破人亡，又或者是彼此之间的情感纠缠一直没有真正圆满的结束。这段未了的业就会像一根打着死结的粗绳子，把你们两个灵魂的阿赖耶识死死地绑在一起，带入下一次的轮回，继续在今生寻找了结的机会。所以当阿如第一眼看到那个男人的时候，他的阿赖耶识立刻就认出了那根几百年前还没有解开的绳子，于是大脑瞬间释放出那种强烈的熟悉感跟被吸引感。但是各位，请你们一定要记住我这句话，那一种吸引绝对不是爱的邀请，那是业力的召唤。它的本质是一个前世未了的课题，在要求你们这辈子必须把它完成。这种缘分最可怕的地方在哪里？最可怕的是这种吸引力太真实太强烈了，强烈到你会把它误认为是轰轰烈烈的爱情，然后你就一头栽进去，把自己的青春、金钱、尊严全部投入进去，最后你被消耗了伤痕累累，你却还是舍不得走。为什么舍不得？因为你们之间那根业力的绳子还没有解开，你们的债还没有还完。在业力了结之前，你的阿赖耶识会像跳针的唱片一样，每天在你的脑海里一直告诉你还没结束。这就是为什么你明明痛苦的要命，却连分手的2个字都说不出口的原因。很多遇到这种债缘的人会
会跑来问我，尼斯啊，这难道是我的诅咒吗？我这辈子是不是完蛋了？我说这不是诅咒，这是一个老天爷等待你去完成的功课。那这个功课的答案是什么？是继续留在这个烂男人身边，消耗自己直到死吗？还是带着满腔的恨意，跟他同归于尽，互相折磨？都不是。佛教给我们的答案是一种更艰难、更深刻，也是唯一能剪断这根钢线的方法。这两个字叫做宽恕与放下。你要知道，你今天受的苦，是你前世种下的因。你如果带着愤恨离开，或者你每天跟他吵架，互相折磨，我告诉你，那根绳子只会越绑越紧。这一辈子没吵完，下辈子他换个身份继续来找你吵。真正能了结债缘的，不是去报复，也不是去改变他，而是你要在心里明白，哦，原来我上辈子欠了他，然后在心里真正的宽恕他，放过自己。当你的内心不再充满怨恨，当你不再执着于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当你真正做到不取不舍，觉得他已经不重要的时候，那根绑在你们阿赖耶识上的业力绳子就会啪的一声自然松开。不是因为他变好了，而是因为你做好了缘尽的决心，真正的觉醒了。各位，今天我陪你们聊了这么久，把这人世间最让人看不透的4种缘分，爱缘、恩缘、亲缘、债缘，通通给你们掀了底牌。讲到这里，我知道大家听了后面忘了前面，脑袋里装不了这么多东西，没关系，我今天就最后再啰嗦一遍，你们仔仔细细听好，这几招可是能救命的。第一，遇到爱缘，那种第一眼就让你觉得无比熟悉，像回家一样的陌生人，你记得这往往是前世的爱别离苦。你要做的是珍惜，但不执着。老天爷让你们再见一面，可能是续缘，也可能是了缘。你不要硬拿前世的剧本去套今生的人生，用这辈子清醒的脑袋去爱。如果是了缘，就好好道别，千万别把上辈子的遗憾又熬成这辈子的辛酸。第二，遇到恩缘，那种在你快要走投无路、快要溺水的时候，突然伸手拉你一把，然后又消失不见的人，你要明白，这是你前世种下的善果回来找你了。你要做的是感恩，并且传递。你不用满世界去发寻人启事找他报恩，你最该做的是把这份善意接过来，然后在未来的日子里，当你看到别人也在低谷的时候，换你去做那个递卫生纸的人，这才叫善的循环。第三，面对亲缘，也就是每天跟你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父母儿女，不管他是来报恩的还是来讨债的，你要做的是慈悲，而不是绑架。把那些我生你养你，你就得听我的这种控制欲通通给我丢掉。亲缘业力越深，功课越难。你给彼此越多自由，越多温柔的陪伴，你们这辈子的业障就消得越快。第四，也就是最可怕的债缘，那些所谓的冤亲债主，遇到那种让你爱得死去活来，却又每天吸干你精气神的人，你要做的只有4个字：宽恕、放下。你不要想着去改变他，也不要带着满腔的恨意去报复他，恨只会让业力的绳子越绑越紧。你要在心里真正的原谅他，不再需要他还你什么。当你真的放下了，离开了，那根绑在你们灵魂上的绳子自然就断了。好了，这4个护身符你们都记住了吗？记住我这句话，心正了，煞气就散了，心散了，善缘就聚了。此刻我想请大家安静下来，不需要回答我，只需要在心里想一想，今天听完这4个故事，你脑海里第一个浮现出来的那张脸，那个让你觉得莫名熟悉的人，你觉得他是这4种缘分里的哪一种？不管答案是什么，不管你们现在的关系是好是坏，我希望你带着今天我讲的这些智慧去对待它，去善终这段缘分。最后我要在这里邀请大家做一件事，相逢即是有缘。今天你能听到这里，这本身就是我们之间在过去某个时空里结下的善缘。如果你今天心里有那么一点点的触动，我邀请你在下方的留言区留下8个字：一切随缘，随缘自在。或者你也可以在留言区写下一句善言，为你自己，为你的家人，或者为那个曾经伤害过你，现在你想放下的冤亲债主，留下一句简单的祈福。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动作，当成千上万个带着善意、带着放下的灵魂在这个留言区写下这几句话的时候，这不仅仅是在跟我互动，这是在这个虚拟的网络上共同凝聚出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正向磁场。
当你在打出这些字的时候，你的阿赖耶识就会接收到一个讯号，你决定放下了，你决定用一颗全然开放、不执着的心去迎接生命中所有的安排。当你在留言区为别人祈福，别人的善念也会回向给你，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最美的因果回向。好啦，今天我啰嗦的够多了，愿大家在这纷扰的人世间都能看透因果，修得一颗随缘自在的心。我们下次再见。